大家好，我們在股市投資中經常聽到一個詞，就是追漲殺跌，用來形容散戶的無紀律性亂追熱點的行為。其實呢，如果能用指數化的方式系統的追漲殺跌，那就變成了正經的趨勢投資動量策略了。美股的標杆當然是標普500，那麼從標普500裡面用科學的方法挑出那些最有動量的強勢股來做趨勢投資，效果会怎麼樣呢？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來自於 Investcorp 的 SPMO ETF。2023年10月以來至今的累計回報大約是標普500的 1.7 倍。這一期節目呢，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標普500動量指數究竟收益如何，以及採用動量策略的江湖裡有特點的老牌霸主 MT6M 以及標普中盤動量 ETF XMMO。那麼 SPMO 到底是什麼呢？它的全稱是 Investcorp S&P 500 Momentum ETF， 在2015年10月成立。簡單來說呢，它就是在標普500的500家公司裡專門挑那些最近一年涨得最猛、勢頭最強勁的尖子生。發行人呢是老牌巨頭 Investcorp。規模呢，截止到2026年初，它的資產管理規模已經突破了132.7億美元。你要知道，幾年前它還只是个小透明呢，能漲這麼快，全靠業績能打。它的費率呢，每年只收 0.13%， 這在聰明指數 ETF 裡算是非常良心了，比很多同類產品呢都要便宜。它的近期回報呢，也是它這2年封神的原因。自從2023年10月以來呢，累計回報 109.66%， 而同期標普500的累計回報是 64.51%。2025年年初以來的 SPMO 總回報是 24.72%， 同期標普500是 18.1%。它的年化回報呢，在2015年10月成立以來呢，10.34年裡面年化是 17.56%， 同期標普500是 14.46%， 最大回撤發生在2020年3月 30.93%， 小於同期的標普500的 34.01%。 那麼看起來呢，無論是年化和最大回撤呢， SPMO 都優於 VOO。 其實呢， SPMO 的超額回報主要是來自2023年以後。2023年之前的8年SPMO 基本和 VOO 走勢一致，並沒有產生超額的收益。2023年10月以後呢，隨着 AI 的崛起，科技股的動量因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SPM 追蹤的是標普500動量指數。動量策略的本質上是在尋找高質量的慣性，它不僅看誰漲得多，還看誰漲得穩。很多散戶覺得動能就是追漲，但實際上呢，像標普 MSCI 這種大廠，背後有一套非常嚴密的數學模型。我們就來看一看動能分數 Momentum Score 的計算吧。指數公司呢，不會只看1-2天的表現，而是觀察中長期趨勢。它的計算週期呢，通常採用12個月的收益率。還有一個剔除效應，這是一個關鍵細節，它會剔除最近1個月的數據。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學術界發現，股票在極短時間內，比如1個月，往往存在均值回歸效應。也就是說，上個月暴漲的，這個月容易熄火。剔除它呢，是為了過濾掉短期噪音，捕捉真正的中長線趨勢。其次呢，就是風險調整 （risk adjusted）， 它不是直接比漲幅，還要用波動率去調整。用12個月的漲幅除以收益率的標準差，也就是波動率。我們可以看到公式的直白理解。如果 A 股票漲了 50%， 但整天坐過山車， B 股票漲了 40%， 但一路上行很穩， B 的動能分數反而可能更高。它的指數選樣呢，也是百裡挑一。池子呢，就是標普500指數的所有成分股。怎麼入選呢？就是將所有股票按上述動能分數從高到低排列，排
排名最靠前的100只，這就保證了 SPMO 拿到的全是尖子生理的尖子。再來看一看它的權重分配，雙重加權。SPMO 的持倉權重不是簡單的等比例，也不是標普500，比如 VOO 的純市值，而是採用市值乘以動能分數這種傾斜加權。它的邏輯呢，就是既照顧了流動性，又體現了策略意圖。如果一家巨頭公司雖然市值大，但最近動能減弱，它的權重會迅速被稀釋，而不會像普通標普500那樣依然穩坐釣魚台。然後就是它動態調整，是每半年3月和9月重新洗牌。如果某只票呢漲勢盡顯波動變大，哪怕它還沒跌，分數的下降也會讓它在調倉時被權重砍一刀，甚至直接踢出。再來看一下單一個股的權重上限，在每半年一次的調倉日，標普500動能指數對單一個股的權重調整採用 RRC 規則，也就是說，單只股票的權重通常不得超過 25%， 前5大成分股的權重之和不得超過 50%。 那麼現在手裡它都拿着誰呢？也就是說，它的前10大持倉都有哪些呢？那看到 SPMO 的持倉，你會發現它簡直就是一張當紅辣子雞名單。截至目前呢，它的前10大持倉占比 50.72%。你很難想象，一支標普500為主題的 ETF 裡，前10名裡居然沒有蘋果、微軟、Google、特斯拉。這完全不同於標普500或納指100中的科技7巨頭主導的結構。為什麼呢？答案就是因為在指數計算的過去12個月裡，這些巨頭的風險調整後動能分數不如博通和英偉達。動能策略是勢利的，它不看名氣，只看走勢，這就是動量策略的特點。它不分行業，誰在漲它就買誰。SPMO 呢，前10大不僅有 AI、科技、金融、消費、工業的最熱股票，也榜上有名。动量類的 ETF 的 PK 呢，我們也來看一看。动量策略在投資界被認為是有效的策略， SPMO 是最近2年崛起的當紅動量 ETF。 我們再看看盤子最大的動量策略 MT6M 的情況。MT6M 呢，由贝莱德在2013年4月发行，規模是211億，追蹤 MSCI USA Momentum Factor Index。從美國大中盤選股，用6到12個月的動量，風險調整後加權更廣一些，有波動率的控制，費率呢是 0.15%， 持股更多，分散更好。但最近幾年的表現呢，被 SPMO 甩開，因為 SPMO 更純，更集中在大盤強勢股，回報基本與標普500持平，年化呢是 14.37%。可能的原因是 MT6M 的單一個股上限通常更低，大約 5%， 且更強調行業中性。其他動量型的 ETF 也類似，基本回報與標普500在同一級別。比如在動量類 ETF 中，規模排名第4的是景順發行的 IMKM， 它是 MT6M 的國際版，專注於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市場，跟蹤 MSCI 國際動量指數。其他的還有 JP 摩根發行的 JMOM， 持倉呢275只股票。動量 ETF 中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 ETF 呢，也是 Investocal 景順發行的 XMMO， 追蹤的是標普中盤400動量指數，規模52億，費率 0.34%。從標普中盤400指數中挑選動能分數最高的80只股票。由於股票池子的不同， XMMO 的持倉和 SPMO 是2個世界。相比標普500呢，中盤動能更傾向於捕捉那些正處於快速擴張期、有望晉升為大盤股的成長型黑馬。XMO 的持倉分布在工業、金融和信息技術等多個領域。前3大持倉呢是食品服務分銷商 EUSFD， 專注於航空航天、國防、商業核電的 CW， 以及提供能源控制解決方案的 WWD。
XMO 10年的年化回報是 17.14%， 高於標普的 14.46%， 低於 SPMO 的 17.56%， 最大回撤是 36.73%， 稍高於 VOO。 總之呢，动量类 ETF 的回報与指數選擇的股票池，比如標普500還是全市場、調倉頻率、權重分配、單一持倉上限、行業集中度、限制高度相關。比如呢，同樣由景順發行的小盘动量 ETF XSMO 的回報就低於標普500。SPMO 相对其他動量類 ETF 的主要優勢是，股票池選擇的是標普500，持倉100隻股票更集中，單個股票的持倉上限更高。SPMO 相對標普500的超額回報也是2023年10月後才出現的。動量策略最不利的環境是風格在6到12月內連續切換，放大其反應的時間滯後性。總之呢，動量投資本質上呢是一種科学方法去追漲殺跌的方法，它選股池集中度、單一持倉、調倉頻率呢直接影響回報。SPMO 的成功呢在於它的編制方法精準地捕捉到了這一輪美股以科技和高質量成長為核心的單邊行情。SPMO 目前確實是這個動量賽道的天花板，風險呢是市場風格的連續漂移，比如大小盤或者科技價值的快遞切換。所以我們的建議是，如果有標普500的底倉，可以考慮配置 20% 的 SPMO 作為獲取超額收益的手段。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在評論區裡說說您會配置多少 SPMO 吧。如果覺得這期視頻有所幫助，請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我們下期再見，拜拜。